俄罗斯和中国正在推动美国在乌克兰和台湾问题上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从美国目前的情况看，它在乌克兰问题上是退缩的，但是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会冒险。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美国商业网站最近发表了一个评论，他在评论文章中说，俄罗斯和中国大陆的压力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是否愿意保卫乌克兰和台湾地区的质疑，但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这位作者称，美国现在执行的模糊战略仍然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威慑的价值正在下降。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美国将不得不就如何保护一些合作伙伴做出艰难的选择。俄罗斯在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持续的进行军事集结，目前呢已经在俄乌边境上部署了10几万的兵力。他们在这个区域部署这些兵力，主要是为了军事演习。但是不管怎么讲，这样的一个信息让关于美国及其盟友如何有效地确保北约东部边境以外区域安全的辩论变得尖锐起来了。那么一旦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北约国家会怎么办？美国会怎么办？因此，美国和北约是否采取武力干涉的方式，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正面交锋、正面对抗？那么现在看起来，美国是退缩的。面对强大的俄罗斯的核力量和强大的地面部队，美军要想在地面上和俄罗斯正面抗衡，取胜的把握不大。因此，他们干脆公开的讲，不会为了乌克兰的问题而直接出兵，只会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但是经济制裁这根大杠，他已经用过多次了，对俄罗斯的影响有限。那么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目前呢，中国大陆正在不断的加大对分裂的台湾地区的军事压力。尽管俄罗斯和中国在行动上的协调是有限的，但是乌克兰和台湾当局所面临的威胁，给华盛顿呢带来了一些共同的以及不同的困境。乌克兰和台湾地区都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友，尽管华盛顿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承诺说帮助他们对抗强大的邻居。当然，乌克兰和俄罗斯是邻居，台湾可不是中国大陆邻居，因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裂的固有领土，因此他对乌克兰和台湾地区的承诺是有区别的。台湾地区的关系法，美国国会搞的这种非法的所谓台湾关系法，就要求白宫和国会在台湾安全受到威胁时要采取适当的行动。而最近签署的美国和乌克兰的战略伙伴关系宪章则要求华盛顿维持制裁，并采取其他相关的措施，直到俄罗斯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那么从对乌克兰这种模糊不清、含糊不清的声明中，就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华盛顿通常可以在几乎没有风险的情况下阻止敌对势力胁迫较小的美国伙伴。然而，今天俄罗斯和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和军事自信，可能就意味着美国可以通过这种模糊的政策，以低廉的代价确保合作伙伴安全的时期即将结束。目前，俄罗斯和中国大陆正在猜测美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保卫乌克兰，武力介入台海问题。杰弗里认为，说美国现在玩战略模糊就要玩不下去了。然而，在台海问题上，美国虽然承认不支持台独，但又在一直警告中国大陆不得改变台海现状。沙利文甚至强调，美国追求台海永远不会发生武统，并扬言一旦发生军事行动，将会向中国发起挑战。那么他所说的挑战是什么含义？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依然维持军事介入的战略模糊，但是他的战略目标其实呢又是非常清晰的，也就是说，既不允许台湾独立，也不允许大陆通过武力的方式实现统一。美国目前所执行的这个模糊战略，并没有对中国大陆一旦发起武统是否会直接出兵进行军事干涉，或者呢采取经济制裁做出承诺，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中国必然会走向统一，中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真的做好准备，积蓄力量，等待有利的时机。中美两军在家门口的作战实力，可以说完全可以和美军相抗衡。
因此，无论美国采取何种战略、何种威胁的手段，都将被无视。总体来看，美国的台海战略现在玩的就是打嘴炮。从长远看，不管白宫和五角大楼怎么说，改变不改变台海现状的主动权，不是美国说了算，而是中国大陆说了算。美国宣布放弃干涉台海问题才是正确的选项，否则其严重的后果将让美国难以承受。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